最近红姐的视频很火，很多人都在嫉妒她。我也恶补了一下她的视频，确实发现有很多的帅直男登门拜访，手里还会提一点水果呀、菜呀，看来都是常客。还有一年四季都来的四季哥，还有发现哪里不对劲的新疆哥。而且我发现大部分时间都比较短，基本上都是在10分钟以内，而且地板都不知道被多少个人内杀过了。突然就明白了大家嫉妒他的点，明明他是一个50-60岁的老头，却能吃到这么帅的直男，反而对于一些电话本子给我倒如贴赔如钱，可能连直男都吃不到。这也让我想起了我自己最倒贴直男的一次经历，跨度应该有个3年了。现在正片开始，当时的背景是大4之后我军检，那个时候刚出院，血气太亏损了，身体就非常虚弱，但我还是去参加了我家那边的1前集训。他就睡在我的下铺，他是00后，我是99年，只差了1岁。他是大专毕业，我是本科毕业，而其他人的话普遍年龄都更小，所以我跟他就玩得更熟一些，而且都是老乡。他的样子是憨憨的，这一点就是比较吸引我，而且体能比我好，因为平时他喜欢打一点篮球。但我自己做完那个手术之后，我的体能直接归零，就连上个4层楼我都已经喘得不行。当时的我一心想入伍，我以为没有人可以影响到我，我没想到会有一个人出现在我的生命中，他像一道光又照亮我了。因为有一次晚上睡觉，因为床铺不够，会把上下床并在一起睡，他来我上铺的隔壁床睡觉，熄灯之后他竟然说他好久没有碰过异性的一个身体，然后就那个什么。当时我是一个水泥封心的心态，又被直男趁虚而入了。我在想，当时直男的小把戏怎么那么多？虽然说就相处4天，但是他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。后边我去了海军，他去了陆军，在新兵连期间，他是我唯一一个保持联系的人。我们会互相比体能成绩，互相吐槽班长。新兵的时候手机时间非常宝贵，但我每次都会给他打电话。每次的一个电话让我的心里非常的宽慰，因为新兵连真的很苦，但他是跟我一样的人。他跟我是老乡，年龄差不多，所以我后来想起来为啥会这样，原因其实是他在我那一段特殊的时期承载了我的一些独特的情感，成为了我的情感支柱。虽然说我们才在1前集训认识了那4-5天，但是他在我人生中非常重要，他陪我度过了一段我自己最难过的时候。我真的是一个死皮赖脸的人，一拿手就第一时间就会给他打电话，但大概率他是没有发手机或者没接，因为陆军比海军苦太多了。我就细数一下我对他倒贴过的一些事情吧。下连之后时间多了可以健身了，我就开始给他买代办费。他说他想看一本小说《天空之城》，我也去看，我就给他买实体书，因为那边他不方便用手机。后边好像还给他整 UP 机，这么小一个，但是1000多块钱。当时是我入伍前就买过这样的一个手机，但是用不到了。我就直接叫我妈把这个手机寄给他，不过还是收了点钱的，不然也太倒贴了。但他的直男的小把戏是太多了，为啥呢？就是我们周末的时候会隔着手机一起健身，他在陆军的一个小的仓库里健身，我是在自己海军的健身房里健身，但我们会打一个视频，打1个多小时，然后都是光着身子，健身房里哐哐锻炼，这让我感觉很不错，就是给我一种很纯粹的感觉，一种隔空陪伴。明明手机时间很少，但他能花1个多小时时间来陪我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，就这样度过了我部队的2年。其实在当兵期间并没有办法去对他很好，退役之后开始我的疯狂倒贴之旅。当时给了他3个选项，要不给你办一张健身年卡2000多，要不请你去一次旅游，地点你随便挑，费用我全出，就像是一场毕业旅行那样，要不就我们一起去骑318，我给你买辆车。他后边选择了要自行车，我给他买的是捷安特的黑武士，大概5000块钱。之后还给他找一个月薪2万的工作。当时他的家人都震惊了，他以为我是骗子，因为我是有认识的熟人，我觉得他挺适合的，算是一个半销售类型的。但是他的家人以为我是骗子，我就在疯狂的去游说，但是没有什么用，我真的觉得自己挺难的。后边还一起去长沙玩，还在长沙怂恿他去追一个女孩，我作为一个第三人教他去怎么追，怎么去见面。当时好像是在长沙的一个英雄广场，我就一直在旁边300米的地方跟着他，用微信的那个共享位置。等他面基完那个女生之后，可能是2-3个小时，但我一直跟在后边给他语音指导。走完之后呢，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个广场上，我牵着他的手，他就说为什么你不跟我成为对象呢？我说咱们在部队的时候已经那么明显了呀，我都跟你说过类似的话了，我在部队的时候跟他表白过的，那个时候是第2年了，我还是忍不住有一天晚上就跟他表白了。他以为我在逗他，就说我太恶心了，他后面也算是接受了吧，但在那之后确实会有一定的隔阂，他也知道我对他挺好的，所以也不会说不理我。再说回来，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直男的小把戏，真的太让我伤心了，但我还是会很上头。事情的转机在什么时候呢？我想叫他来大理，但是呢，他以他要考学为由拒绝我了，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来了。直到前段时间，我发了一个朋友圈，他在下面评论说等他，我说那你真的来吗？他说他现在已经在昆明了，来大理的话可能是得第2天了。我说真的假的？你来这边你也不跟我说一句啊？他说他是来找战友的，他的好战友在昆明，准备一起来大理玩，让我推荐一些吃饭的地方和住的地方。那我就给他安排咯。那个民宿是我朋友家开的，可以给他一些优惠。跟他见到面的时候，感觉
时间过得好快。我说如果我家能住人的话，你们可以住我家，但我家可能最多只能住一个人了。当然就说，羊入虎口啊什么的，我知道他是开玩笑，但是我当时，就感觉自己的热心被当成了一个，很奇怪的东西，让我心凉了半截。而且他也跟他的战友在开玩笑说这些话，我就在想，我可能在他心中的地位没有他那个战友好，因为那个战友是他陪了2年的，而我们可能只是在1000集训认识4天的人。虽然说我们是老乡，且在这2年之间不断的保持联系，或者退役之后我对他那么好，疯狂倒贴，但好像也没有任何作用。就感觉那一瞬间，我突然就释怀了。我觉得我自己可能在他心中只是一个笑料，或者说一个普通的，连朋友都算不上的人。只是他背后跟兄弟之间的一个笑柄。我那个战友说过我和他的故事，这是一段长达3年的一个倒贴之旅，简直让我心力憔悴，不想再倒贴了。我其实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，我可能会优先对自己好，但是对于自己很上头的人，我还是会很花心思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终止这些循环了。所以说为什么大家很羡慕红姐，别人啥也不用花，还会让直男主动上门，而我们倒贴了这么多次，就连直男都没有拥有过，所以说真的是非常让人嫉妒。好吧，我是包包，咱们下期再见。